歡迎你來。今天我們要一起探討的主題，起點是一碗出土的麵條化石，終點呢是每年消耗量超過1000億份的方便麵。而且他一開始就給我們拋出了一個巨大的謎團：考古發現的最古老的麵條，它的原料按理說根本就做不成麵條。這就是整個故事最不可思議的起點。你想象一下這個場景：公元前2000年，黃河上游一場地震引發了洪水，瞬間就把一個村落給埋了，就像把時間封存在了湖泊裡。幾千年後，考古学家在這個叫喇家遺址的地方，也就是東方龐貝，發現了一隻倒扣在地上的陶碗。當他們小心翼翼揭開碗的時候，奇蹟發生了，因為碗底形成了一個真空環境，一團麵條竟然完好的保存了下来。太神奇了！資料裡形容的非常生動，是蜷縮着的金黃色的細長麵條，直徑只有0.3厘米，總長大概50厘米。這一下就把麵條的歷史直接往前推了2000年。4000年前就有這麼精細的麵條，太驚人了。但你剛才說它的原料有問題，這就是反轉的地方。分析結果出來，所有人都傻眼了。它根本不是小麥做的，而是用粟，也就是小米，還有黄米做的。小米？对，我們都知道小米這東西沒什麼粘性，缺乏面筋，你把它磨成粉，它就是一盤散沙。想把它拉成這麼細長的麵條，簡直是天方夜譚。等一下，這說不通啊！沒有面筋怎麼成型？難道古人用了什麼我們不知道的粘合劑，比如混了某種植物的汁液之類的？這是個很合理的猜測，但真相可能更顯智慧。我們的資料裡提到了一個概念，叫直覺設計。直覺設計，意思就是先民們雖然不懂什麼叫澱粉糊化，但他們憑經驗、憑本能摸索出了物理規律。他們很可能不是拉面，而是挤面。先把小米磨成粉，用热水去和面，讓澱粉受熱產生粘性，然後用某種工具趁熱把面團擠壓成條狀。我明白了。所以這是一次不可能的塑形，他們用直覺和智慧繞過了材料本身的限制，這太酷了。是的。那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小米麵條是什麼時候才真正登上歷史舞台的呢？小麥其實很早就傳入了中國，但它一直是個配角，甚至可以說是囚人的食物。麥飯，對吧？对，因為它外殼堅硬，不好處理，古人只能整顆蒸着或煮着吃，口感很粗糙，叫麥飯。他一直在等待一個能解開他基因裡沉睡力量的鑰匙，而這個鑰匙就是石磨。我看到資料裡形容這場革命的那個比喻特別美，叫血的誕生。沒錯，到了漢代，帶有放射狀磨齒的旋轉石磨出現了，這是一個決定性的技術突破。你可以想象那個畫面，2片沉重的石磨緩緩轉動，堅硬的麥粒被不斷的切割碾壓，最後從磨盤的縫隙裡飄出來的就是像血一樣細膩潔白的粉末。對，這就是麵粉。對，麵粉的出現才讓小麥體內的超級英雄面筋蛋白甦醒了過來，終於被水喚醒了。就是面筋的魔力，當水和麵粉結合，那些沉睡的蛋白質就手拉手形成一個彈性的網絡，這一下子就讓面團有了那種延展性和韌勁兒，怎麼拉都行。小米面團可完全做不到這點。對，一個全新的食物宇宙就從這一刻開始了。據說面條的始祖叫湯餅，聽起來還挺樸實的，是非常原始。最初可能就是把面團揪成小片，扔到沸水裡煮，形態是混沌的、不規則的，還談不上線條的美感。但它已經具備了面條的靈魂，那種由面筋帶來的能撫慰人心的溫度和口感。有了面筋這個強大的硬件，面條的形態就開始覺醒了。沒錯，到了北魏的《齊民要術》裡，已經記載了一種叫水飲的技法。我對這個特別好奇，我一直以為拉麵是在空氣中拉的，但這個水飲是在水裡操作，這聽起來有點違反直覺。但這恰恰是它的高明之處，在水裡拉伸面條，可以利用水的浮力來抵消重力，這樣面條就不容易斷，可以拉得更細、更長、更均勻。原來如此。書裡形容做出來的面條薄如韭葉，像韭菜葉子一樣，這說明
人們已經不滿足於吃飽了，開始追求麵條的形態美學。這種美學追求很快就演變成了一種上流社會的風尚。資料裡有個例子，我看了覺得特別有意思，說的是魏晉時期的美男子何晏啊，我知道這個。他吃熱汤面，吃得滿頭大汗，然後用手巾擦汗。旁邊的人發現他擦完汗之後，臉上的粉底掉了，皮膚反而顯得更白皙透亮。這個故事很有代表性，它說明吃麵對當時的精英階層來說，已經超越了食物本身。我得打斷一下，這聽起來有點奇怪。在今天看來，吃的大汗淋漓好像跟優雅不沾邊吧？這在當時怎麼就成了一種風度了？難道重點不是面，而是為了找個理由展示自己皮膚好？問題問得特別好。這背後其實是魏晉時期的一種獨特的審美觀，他們崇尚的是一種自然、率性的風度。風度？對。所以吃一碗滾燙的湯餅，出一身暢快的汗，這種酣暢淋漓的狀態，被認為是一種不加矯飾的真性情流露。它成了一種社交表演，一種證明自己名士風流的方式。原來如此，這就有深度了。所以麵條在魏晉時期成了上層社會的一種文化符號。那這種風潮有沒有可能走出精英圈子，真正的進入寻常百姓家呢？這就要等到宋代了。宋代簡直就是一場麵條的美食大爆炸，而背後的推動力是城市化。城市化，宋代最大的一個變革是取消了宵禁，城市裡第一次有了繁榮的夜生活和夜市經濟。這裡資料引用了一個現代概念來解釋這個現象，叫認知盈餘。認知盈餘就是說人們有了閒工夫和閒錢嗎？完全正確。當市民階層有了更多的閒暇時間以及可支配的收入後，他們就會把這些盈餘的精力投入到更高層次的追求上，比如对美食的精細化、多樣化的追求。一個巨大的餐飲市場就此誕生。沒錯，麵條也從家庭食物徹底走向了商業化和藝術化，從宮廷的叉肉麵到市井小吃梅花湯餅，種類一下子變得極其繁多。文人墨客也開始把他們的奇思妙想全部傾注到這碗麵裡，比如杜甫詩裡提到的槐葉冷濤，這道麵簡直就是一件藝術品。把槐樹葉的嫩芽搗出碧綠的汁液，和在麵裡做成綠色的麵條，煮熟後放在冰涼的井水裡，甚至配上冰塊一起吃。哇！你可以想象一下，在炎熱的夏天，眼前是這麼一碗清涼爽口、帶着植物清香的綠色冷麵，這已經不是簡單的吃飯了，這是一門體驗，一種尋找內心清涼的禪意，一種生活美學。不過在追求美的同時，古人也在思考一個很實際的問題：如何讓麵條走得更遠？於是掛麵誕生了。這可以說是人類第一次嘗試折疊實踐。這個說法非常貼切。宋元時期的先民發現，在和麵的時候加入鹽，可以讓麵筋網絡更緊實，麵條更筋道。然後利用風和陽光慢慢抽乾麵條裡的水分。鹽分既能防腐，又能鎖住麵筋的結構。對，這樣一來，麵條就獲得了跨越時空的保質期，可以隨着商隊、軍隊去到任何地方。這根線就這樣開始跨越地理的障礙。當北方人因為戰亂大規模南遷，他們帶着吃麵的習慣，卻面臨一個全新的挑戰：南方不產小麥，遍地都是大米。是的，這辦怎麼辦？總不能不吃了吧？這就是文明的碰撞與融合最精彩的地方。他們再次展現了驚人的創造力。既然沒有麵筋，那就徹底放棄對拉伸的執念，轉而利用大米的特性。換個思路，對，他們把大米磨成米漿，用蒸汽的力量來塑形。廣州的沙河粉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我看過沙河粉的制作，那簡直是蒸汽的魔法。把米漿薄薄的倒在竹製的容器上，放進蒸籠，蒸汽幾秒鐘就把液體的米漿變成了一張固體的晶瑩剔透的粉皮，薄如蟬翼。對，接下來切成條就是爽滑的沙河粉。整個過程完全沒有拉的動作，全是靠蒸。
所以說，米粉可以看作是北方人的鄉愁在異鄉的重構。用南方的米重塑了記憶中北方面条的线性形態，創造出了全新的美味。正是如此，視線再轉向更廣闊的世界，沿着絲綢之路，面條也呈現出了完全不同的性格。是的，在絲綢之路上，面條有2副完全不同的面孔。向西走到中亞，我們看到了拉戈曼 （Lagerman），听发音就和拉面很像。没錯，淵源很深，但它的性格是粗礪的，充滿力量的。通常是粗壯的面條配上大塊的牛羊肉和蔬菜。有一種說法形容它是游牧民族對抗重力的野性，非常傳神。那再往西走，到了阿拉伯地區，為了適應更嚴酷的沙漠環境，面條是不是又變了樣子了？沒錯，為了適應沙漠商隊的長時間旅行，阿拉伯人發明了一種叫 Eritrea 的乾燥面食。它選用蛋白質含量極高、非常耐煮的杜倫麥製成，做成細小的、易於攜帶和保存的形態。這才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意大利面 （pasta） 真正的祖先。真的，所以意大利面真不是馬可波羅從中國帶回去的。我感覺這個說法流傳的特別廣。這確實是流傳最廣的一個誤會。實際上，在馬可波羅出生前，意大利就已經有關於這種乾燥面食的記載了。它最早由阿拉伯人傳到西西里島，再從那裡傳遍整個意大利。哇！面條的傳播是多線敘事，而不是單一的路徑。原來如此。那當面條向東漂洋過海到了日本，又發生了什麼呢？資料裡說，這是一場廚房裡的化學實驗。這個比喻非常精準。無論是我們熟悉的蘭州拉麵，還是日本拉麵，他們那種爽滑彈牙的口感背後，都有一個共同的秘密武器——鹼。鹼？對，蘭州拉麵用的是一種叫硼灰的東西，從戈壁灘的一種植物裡提取，而日本拉麵用的則是鹼水，日語叫甘水，核心成分都是碳酸鈉。所以是鹼讓面條發生了質變。它到底起了什麼作用？它就像一種煉金術，鹼性物質會和麵粉裡的蛋白質發生反應，讓麵筋結構變得更緊密、更強韌。同時，它還會和麵粉裡天然存在的黃酮類物質反應，讓麵條呈現出誘人的金黃色。所以日本拉麵那種特別的顏色和爽脆的口感，就是這場化學反應的結果。完全正確。日本拉麵的故事也很有意思，它最初的名字叫南京蕎麥麵，聽起來很有中國淵源。對，它是在近代由中國僑民傳入日本的，但它真正成為日本的國民級食物是在2戰之後。當時日本物資極度匱乏，在美國援助了大量麵粉的背景下，拉麵這種高熱量、高碳水、制作相對簡單的食物，迅速成為了一種安慰食物 （comfort food）。在路邊攤的滾滾熱氣中，溫暖了整個燒耗時代的日本人。就是這個感覺。從一碗原始的湯餅到風靡全球的日本拉麵，麵條的演化越來越快，最終在工業時代，它迎來了自己的終極形態——方便麵。我一直以為這是個很現代的發明，其實它的雛形在清代就已經出現了，叫乙府麵。乙府面。对，當時有個書法家叫伊秉壽，他家的廚師偶然發現，把煮熟的麵條放到油鍋裡炸一下，不僅別有風味，而且想在吃的時候用開水一泡就能很快復原。哇，這就是方便麵的基本原理了。所以油炸復水的想法在幾百年前就有了，而真正把這個原理發揚光大，變成一項偉大發明的是1958年的安藤百福。安藤百福重新發現了這個油炸的秘密，並且用工業化的思維發明了瞬間熱油乾燥法。這背後的科學原理是，當煮熟的麵條被迅速放入150度的高溫熱油中，麵條內部的水分會瞬間沸騰蒸發，從而在麵餅內部留下無數個微小的孔隙，形成像海綿一樣的多孔結構。就是這樣。所以只要用熱水沖泡3分鐘，熱水就能迅速通過這些孔隙重新進入麵餅，讓麵條從休眠狀態中復活過來。這簡直是微觀世界裡的魔法。而之後發明的杯麵 cup noodle 更是把工業思維發揮到了極致。資料裡提到了一個設計細節，叫空間權重。這個我以前也從沒注意過。是什麼？你看杯麵，它的麵餅不是直接放在杯底的，
它是懸空固定在杯子中间。对，下面是空的。我一直以為是為了省地方，或者讓調料包呢放進去。其實它有2個關鍵作用。第一，在運輸過程中，這個懸空的設計起到了緩衝作用，能防止麵餅碎裂。第二，也是更重要的，當你倒入熱水時，熱水可以流到麵餅下方，從下往上形成熱對流，這樣就能讓整塊麵餅更均勻、更快速地被泡開。哇，原來是這樣，這個設計太聰明了。是的，它把碗、麵、調料包完美地集成在一個高效的容器裡。我們誰沒有過在大學深夜被這麼一杯麵潮拯救的經歷呢？確實，如今這個小小的容器，全球每年的消費量超過1000億份，這是不可思議。所以你看，從4000年前泥土下那碗不可能的小米麵，到今天我們手中的這一杯方便麵，這一根線穿越了時空，連接了技術、地理和文化。它在中國人的哲學裡到底意味着什麼？在我們的文化裡，這根長長的、不斷的線，本身就是一種強大的象徵，它象徵着長壽。有一句很古老的俗語叫“人中長則命長”，古人相信身體上長的東西是生命力的體現，這種樸素的願望就被投射到了麵條上。是的，所以過生日要吃長壽麵，送行要吃健行麵。人們執着於吃的時候，不能把麵條咬斷，這背後其實是一種情感上的寄託和儀式感。它是一根未斷的線，縫合了生與死，連接了家與國。我們執着於不把它切斷，背後其實是我們內心深處對生命、對情感延續的一種眷戀和期盼。那麼最後，我們想留給你一個問題來思考。我們這次的探討是從一個用小米做成的不可能的麵條開始的。它的誕生源於一種沒有科學理論指導的直覺設計。那麼在我們今天這個技術高度發達，凡事都依賴精密科學和海量數據的時代，我們是否可能因為過於依賴這些工具，而忽略了那些源於本能、源於生活必須的、充滿直覺的偉大創造呢？